我今年37岁，一身外债，一事无成。我每天都是在被催债当中度过。前几天刚还了一笔，明天又要还一笔。我刚看了一下卡里的余额不够还。哎呀，怎么就把生活过成了这个鸟样？如果当初花钱不是大手大脚，如果不是听风就是雨，想干嘛就干嘛，想投资什么就投资什么，也不会到现在这一步。现在哭还有什么用啊？顶多就是发泄一下自己压抑的情绪。中国民众负债已经成为一种常态。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统计局等机构的数据，截止到2024年的年底，中国居民有超过8亿人负债，年轻人是负债主力，80后与90后占比高达85%。今天呢，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。尊敬的人民法院，你们好，我是一位来自河北唐山37岁的单亲妈妈。我这一辈子真的活得坦坦荡荡的，我连欠别人几百块钱，我要连夜凑上也得把这个钱去还上。可是我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因为我自己创业失败了，盲目投资，没有想到让自己最后导致负债累累，并且负债高达180万。我记得非常清楚，短短几个月的时间，我被拉进了黑名单，卡里边仅剩的几万块钱，到最后全都被冻结了。后面我连交水电费都要跟邻居去赊账。最开始负债的时候，说实话，我们也想还债，可是我们去工厂里边找工作，发现是失信人员，没有一个工厂敢要我们的。想出去摆个摊儿，可是发现收款码用不了。在我最开始负债的时候，真的，我发现我的生活被冻结了。我负债80多万，现在已经全面逾期了，支付宝的、银行的，加上私人借的贷款，我自己一个人已经足足坚持了3个多月。该经历的我也都经历过了，每天几十个催收电话，几乎把我已经逼入了绝境。公司倒闭，家也没了，出去打工又被裁员。90年35岁，我叫燕子，现在的我等于是一无所有，甚至我向以前我帮助过的那些人去伸手借个500块钱，都没有一个人借给我。现在已经是12点了，我还在街头，因为实在没有地方可以去了，全身上下加起来都不到100块钱。但庆幸的是，还有一个妹妹，今天晚上打算去她那里借宿一晚。现在全国有9.2亿人负债了，没听错，就是9.2亿人，其中4.5亿人面临着还不上贷款啊。这意味着什么？就是你走到大街上去看到的人群中，除了老人跟小孩，基本上都负债了，而且每2个人中就有1个人面临着还不上。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，你是不是会觉得不可思议？在这个全民负债的时代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负债。有些人负债了，成了失信人了之后，他想不通，也想不明白，也想不开。我想送大家一句话，就是天塌下来了，都有高个顶着。而且你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，就是那些负债上亿的大佬，他们的生活过得比你负债10几万都快乐潇洒多了。博主阿淘淘说他负债40万，每天都是提心吊胆的，马上就要开庭了，他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事儿，但是呢，也不知道该做点什么。他觉得应该找个律师来咨询一下，但是他也没有钱去请律师。我99年现在负债40个，几乎每天都活在痛苦中。我负债的原因是给我父亲做共同借款人和担保人，一笔10万，一笔30万，2个直接把我拖垮。现在他已经逾期了将近1年多吧，因为他在之前一段时间的时候，自己去那个扯电线，从一个2层楼的高度摔下来了，脚粉碎性骨折，这就导致他的整个这个以贷养贷的这个体系崩塌了，然后他也没有工作能力了嘛。我的工作是每个月也就固定挣那几千块钱，同时我还要负担我弟的这个生活支出，所以我几乎就没有存下来任何的钱。而且在之前有段时间我还在帮他还贷款，我帮他借了一笔7万多的贷款，每个月还2500，每个月我发完工资之后就先还款，还完款之后剩几千，剩了一点钱，就完全其实都是在紧巴巴过日子，不敢吃好吃的，不敢买什么东西。然后现在就是什么都崩盘了，就是10万的贷款，法院已经要起诉了，就在下周开庭。然后30万这笔贷款是目前
还是就是每个月会给我发逾期短信，但是这个真的我每次收到我都心惊一下，但是没有任何用呀，我真的还不上，我的能存下来的钱对于这个贷款真的是杯水车薪。再加上我在5月的时候分手了，分手肯定也是因为我家里边这种情况嘛，加上我本人有贷款，对方是想要结婚的，想要有那种普普通通简简单单的对象，然后结婚就是求稳定，但是我肯定不符合条件嘛，然后就分手了。我其实也不怪他，我也不应该怪他，我觉得每个人选择不一样。博主魏兰表示，因为电商公司倒闭，他负债180万。刚暴雷那会儿，面对四面八方的暴风雨，短暂的不知所措之后，收拾好乱七八糟的状态，重整旗鼓，决心3年内一定要还清债务，翻身上岸。可是想象是美好的，现实却很残酷。2020年初，把公司清算，房子卖掉，抵了一部分债务之后，租了一个房子，安顿下来，我就马不停蹄地开始了翻身之路。先是用原来的女装资源尝试了穿搭、自媒体和直播，我就开始减肥、学化妆、学视频拍摄剪辑、学演讲、学穿搭知识、学写文案，一顿操作猛如虎，流量只有250，做了50多条视频都没有起号成功。后来又做直播，一个人搞全程到体力不支，颜值不行，口才不行，输出能力也不行，觉得自己真的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废物，吃不了这碗饭。4个月持续没有经济来源，家里还有一个孩子、一个丈夫、一个婆婆，一家4口人要生存。弹尽粮绝之后，只能作罢，出去找工作。为了解决做自媒体的过程中发现了能力短板，我找工作是带着目的去的。去工厂做了6个月的直播运营，去大健康公司做了3个月的短视频广告文案，去影视公司做了3个月的宣传片文案。12800的工资只够养活一家4口。做直播运营的时候，每天凌晨回家，大冬天的骑个电动车，风里雨里的穿越又黑又冷的巷子，无数次我都边骑边哭，绝望而无助，不知道未来在哪里。靠这点工资1个月干到头，日子过完了，手里的钱也消耗完了，每个月都是从零开始到零结束，这样下去什么时候才能还债呢？朋友们，今天是我的生日，路过的陌生人可以跟我说一句生日快乐吗？负债以后，亲戚朋友都离我而去，煤矿破产清算以后，还欠了3800多万。在这双重打击下，我选择了活着。负债以后呢，曾经那些围着我团团转的那些亲戚朋友都远离我了。我现在没有亲人，没有朋友，孤家寡人一个，连一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。负债的这些日子让我尝尽了人间冷暖心酸，可能是在我落魄了以后，墙倒众人推吧，连一个说真心话的朋友都没有。一个人负债以后，如果不接催债电话，也不协商，拖个3年5年，最差结果是什么？在法律上要承担什么样的后果？这位律师博主表示，会出现3种情况，而最坏的结果就是负债人也不会被抓进去坐牢，也不会影响到子女上学工作。第一种，你的电话、你的通讯录里面亲戚朋友的电话全都会被打爆，因为你不接电话，对于平台来说就是失联了，完全找不到人了。那他们就会丧心病狂，冒着违法违规的风险，铤而走险的去打你的通讯录的电话，通知你的亲戚朋友联系你，让你还钱。这个时候很多朋友呢就会特别崩溃，感觉自己的脸都丢尽了，整天都活得魂不守舍的。其实完全没有必要。你要知道，就算是联系不上你本人，打你亲戚朋友工作单位的电话，这也是违法违规的。咱们得拿起法律的武器，收集好证据，向相关的部门去投诉，去举报。第二种结果呢，就是你的征信保不住了，从此之后你再想贷款买车买房，那都是不可能了。不过也不用过分焦虑，等你把这些钱还完之后5年这个大白纸又会恢复正常的。那第3种结果呢，就是你一直没还的话，就有可能会被起诉。那有的朋友就会说了，别说起诉了，就算把我弄到菜市场卖了，我还是还不上能怎么办？这个时候就会把你列入失信人名单，限制你坐高铁，限制你坐飞机，限制你的高消费，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老赖没想到吧？不会坐牢，也不会影响你子女读书、就业什么的，这就是最差最坏的结果了。根据官方的数据表明，
中国人均负债在14万到20万之间，主要负债来源是房贷，长期按揭占比超过60%，其次是信用卡和网贷等短期消费贷款，仅信用卡违约就超过了2000亿元。我朋友前2天给我打电话，说他侄女欠了几十万的网贷。我听到之后的第一反应是想说，这孩子是不是过度消费了啊？买奢侈品了，还是出国旅游了？结果都不是。他过去2年的银行流水基本都是几十块的外卖、10几块的奶茶，还有在直播间低额但高频的消费。他的消费记录里上千元的支出，基本都是在偿还各类平台的贷款。这些平台的贷款年利率一般在8%到25%不等。借1万块钱分1年还，每月也就还1000，你平均到每天也就是一顿外卖钱而已嘛。你可能觉得每个月还1000也还可以接受。直到2个月后，你发现要交房租了，一大笔开销花出去，你发现那个月的贷款还不上了。没关系，借贷平台那不满大街都是，你可能就会再去找一家新平台借钱来还旧平台的债。此时你已经迈出了以贷养贷的第一步。你想说我之后肯定好好工作攒钱还贷，结果过2月又中秋节了，那总不能不回家吧？回家总要有往返路费支出吧？又是一笔开销，还不上旧的钱就借新的钱，再还不上就再借，每次也就借个1800块钱。直到有一天你发现借不出钱了，因为平台根据你的还款记录发现你的还款能力非常有限，不借给你了，你当月的窟窿堵不住了，你高筑的债台开始崩塌了。今天是我逾期的第260天，有刚刚逾期或者即将逾期的朋友，一定要提前做好这4个准备。希望我踩过的坑，大家不要再中招了。第一，用家人的名义办一张新的电话卡，作为你的工作和生活电话。之前的电话卡设置静音，最大程度的把负债和生活区分开，不要被催嫂的电话影响到自己的心情。我当时做的最愚蠢的事情就是每个电话都接，并试图用自己的低声下气博取对方的同情。他们问什么我答什么，殊不知人家一直在套我的话，说多错多。第二，坦白，如果有网贷的话，最好是提前跟家人坦白。只要是网贷逾期了，不管你接不接电话，平台都有很大概率会报通讯录。我的支付宝在第7天的时候就给我爷爷打去电话了，还有我很多年没联系的初中同学都收到了我的催收电话，所以说提前坦白还是很有必要的。博主还提醒网友，负债逾期以后，一定要把自己经常用的储蓄卡给解绑掉，因为逾期之后绑定的卡里只要是有钱就会被划扣，所以说这个非常重要。他建议负债人在自己名下尽可能不要放太多钱，微信里面的钱够日常买菜坐车即可，最好是让家人帮你注册一个新的微信号，用于以后的支付使用。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，请您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